本期影片来分享非美国居民如何在不前往美国的情况下获得美国的银行账户。因为我的频道主要是讲美国信用卡的，我知道有些朋友会用 ITIN、美国手机号、美国的地址来线上远程申请一些美国的银行账户，但是这些操作都不见得是完全合规的。如果不是通过合规的方式来开银行账户的话，那么这个银行账户就基本上无法用来存钱，更无法用来投资，因为它有可能随时都会被关户。我估计真的够资格开美国银行账户的 NRA 最多也就 10% 左右，符合资格的玩家之中，要么必须用钱开路，要么就必须花大量的时间去折腾。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其中的这一类人，那么就欢迎看下去。免责声明，这里必须强调，我在影片里面分享的都是基于目前的政策和我个人的经验，银行的风控随时都在改变，风险需要大家自己把握。另外，虽然美国不参加 CRS， 也就是共同申报准则，这也意味着你的所在国通常不会自动获知你在美国的资产资讯。合理避税是大家的权利，但合法申报是义务。作为非美国居民，目前能够线上远程开户的美国银行账户非常少。首先，第一个可以开的就是美国汇丰银行的卓越理财账户，条件是你必须要在你当地国的汇丰银行取得卓越理财账户的等级，然后告诉银行经理你需要开通美国的汇丰卓越理财账户。汇丰集团在全球各地的卓越理财要求都不同，门槛最低的就是中国大陆地区的汇丰银行，只需要存款金额达到50万人民币就可以升级为卓越理财账户，然后就可以通过见证开户的方式来开通美国的汇丰卓越理财账户。只要你能保持自己账上的余额不低于50万人民币，那么全球的卓越理财账户都不收管理费。简单总结就是一地卓越，全球卓越，但是一地关户就全球关户。因此，如果你打算使用美国的汇丰银行的卓越理财账户，你就必须要格外留意自己的操作是否规范。如果你觉得汇丰的卓越理财门槛太高，接下来就是嘉信理财国际账户 Charles Schwab International。Charles Schwab 大家应该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它是全球的第一大券商公司，虽然不是传统银行，但是你的资金放在里面比绝大多数的银行都还要安全。嘉信理财国际账户不要求你有美国电话号码、美国地址，甚至也不强制要求有 ITIN 税号，所以用你当地国的全套真实资料申请即可。作为非美国居民，我们不能去开 Charles Schwab 的美国账户，只能开国际账户。Charles Schwab 的国际账户的具体网址如下：早些年开国际账户的时候，还有入金25000美元的要求，但是好消息是，目前 Charles Schwab 已经没有这个要求了，只要在开户后的90天内入金，保证账户余额不为零，就可以长期持有这个账户，账户也没有管理费。在开户之后， Charles Schwab 还会提供美元的支票账户给你，方便用户出入金，以及使用这个银行账户来还美国的信用卡。不过券商始终是券商，如果你长期用它的美元支票账户来进行资金中转、还美国信用卡，而从来不进行任何的股票交易，这个账户迟早也会被关。除了嘉信理财，还有像是银兔证券，也是可以给非美国居民开户，同样也是使用你本国的全套真实资料申请即可，同样没有管理费，同样提供美元的支票账户可以用来转账、还美国信用卡，同样也不强制要求有 ITIN 税号。还有像是 Wise， 也是不需要 ITIN 也能开户，并且提供美元的支票账户。Wise 同样也不是银行，而是金融科技公司。Wise 的美元支票账户一样可以用来转账、还美国信用卡等等。在众多的美国银行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银行叫华美银行，它也是允许非美国居民在没有 ITIN 的情况下进行线上的见证开户，不过同样有存款要求。IBKR 和 Wise 我已经使用很多年了，如果要我推荐低成本获得美国支票账户的话， IBKR 和 Wise 就是各位的首选。IBKR 和 Wise 的邀请连结我也放在了影片的描述栏内。以上介绍的都是没有 ITIN 也能申办的美国支票账户，除了汇丰银行和华美银行，其他的账户严格来说都不能算是银行账户。如果你有 ITIN 税号，那么你的选择就会更多一些。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Alliant Credit Union， 它的官网明写了他们接受 ITIN 以及海外的地址来申请账户，但是申请这个账户的难点就是它的线上系统不支持直接填写海外的地址。想要用 ITIN 加海外地址来申请账户，就必须要填写 W8BEN 表格，然后打印出来，连同你的海外地址证明的英文翻译件、护照的高清扫描件一起寄到它的芝加哥的总部。如果你不想寄国际快递，也有网友分享过，可以直接拨打客服的电话，让客服为你先初步建立档案，然后要求客服发一个 secure email link， 通过这个连结来上传自己的各种资料，这样就能够避免高昂的国际快递费的费用。如果你愿意折腾这套流程， Alliant Credit Union 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它没有月费，存款
的利率也很高，而且作为 credit union， 对各类费用的减免都非常大方。非美国居民能开的银行账户和券商我都介绍完了。有些朋友可能会问，那么 SoFi、Monzo、Revolut、Ally Bank、富达基金这些银行账户或者券商呢？这些不也是可以用 ITIN 开户吗？我已经确认过，这些银行账户和券商虽然真的接受 ITIN 来开户，但是他们只接受美国居民，也就是 RA 的开户，除非你谎报自己是 RA。如果你尝试使用 ITIN 来开户，他们会首先让你宣誓自己是美国居民，然后给你发 W9 表格。如果你已经是美国居民，那么你完全可以去线下开户，以及提交你的水电账单地址作为地址证明。线下开户的账户一定是最安全的。另外，很多朋友以为 NRA 不能开 Chase、Citi、BOA、Wells Fargo、Capital One 这些银行的账户，其实这种看法不完全对。这些银行确实不允许 NRA 进行线上开户，除非你谎报自己是 RA。但如果你能亲自飞一趟美国的话，这些传统的大银行只要亲临银行的现场提交 ITIN 确认信和海外的地址证明或者是美国的邮寄地址，一样也可以给你开户，并且是给你发 W8BEN 表格，这样是完全合规的。这也是很少人提到的。我的频道是专门讲美国信用卡的，我的不少观众都申请了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我相信各位也会时不时收到 Capital One 发来邮件，邀请你去开360 checking account， 并且如果你接受邀请的话，有200-300美元的开户奖励。我的建议是最好不要开，尤其是如果你的地址是 Anytime Mailbox 上面租的，可能你租的地址目前比较干净，能够顺利开户，但是一旦被关户的话就会很麻烦。虽然银行不会私吞你的钱，他们会给你寄一张支票，问题是在所有的金融操作中，拍照存支票是风控最严格的操作之一。如果你手中的电话卡不是 T-Mobile、AT&T 这种原生的美国 IP， 你基本上很难在海外通过拍照就能存一张支票，这是其中一个坑。还有一个坑就是 Check Systems 以及 EWS， 这是美国的银行账户的信用系统。美国信用卡有自己的信用系统，银行账户其实也有自己的信用系统。如果你的美国地址是 Anytime Mailbox 上面租的地址，声称自己是 RA， 然后在网上线上申请 Capital One 的 checking account， 一开始你确实成功了，可能也薅到了开户奖励，但是你的账户始终都是高风险账户，可能哪天租的地址从 Residential 变成了 CMRA， 那么你的账户就离关户不远了。你可能会想，没有关系啊，我薅到了几百美元的开户奖励，而且我的账户里面也没有存多少钱。错。一旦你被关户，你的关户记录就会被上传到 Check Systems 或者是 EWS 的黑名单，银行会把你的美国税号以及你的护照等信息一并上传到这个系统里面，然后全美国的各大银行都会知道这个家伙使用了假地址，冒充自己是美国居民来开户，最后账户被关了。这样的话，你可能就这辈子都与美国银行账户无缘了。所以合规性才是最重要的，只有合规开的银行账户才能放心存钱。如果你觉得汇丰卓越理财账户门槛实在太高，又不想把钱存在华美银行这类非头部大银行的账户，或者是信用合作社的账户里面，有没有完全合规又安全的方法来获得美国银行账户呢？方法一样还是有的，那就是去注册一家美国公司。注册美国公司是可以完全线上进行的，并且快的话3天就能获批。用美国公司来开美国银行账户，哪怕这个公司暂时没有什么营收，只要每年进行合规的税务申报，它就是一个完全合法的美国法律实体，可以长期持有。一个只有运营成本或者投资收益而没有贸易收入的公司，在美国法律下是完全存在的，这叫 Pre-Revenue Startup 或者是 Investment Vehicle。通过注册美国公司来开户的这个方法，只适合真的有业务需求的观众，比如你是做商业咨询、跨境电商、自媒体，这些业务都可以。换句话说，注册美国公司来经营业务才是重点，银行账户是顺带获得的。如果你并没有什么业务，只是想注册美国公司来获得银行账户，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你每年就会有包括税务申报在内的维护美国公司的刚性支出，以及要进行一些商业的支出来避免银行关你的账户。这种做法只适合有钱的玩家，不在乎那几百上千美元的维护成本。只要你符合上述条件，你就可以接着往下看。首先，注册美国公司的保姆级的教学影片我已经做过了，大家可以点击右上方弹出的连结去看我这支影片。正如我之前在影片中介绍的，美国的离岸公司基本上4个人就能开，而且像是 Wyoming LLC 这种公司架构，全程 DIY 自己注册的话，140多美元就能注册下一家美国公司。虽然传统的大银行还是一样不会给持有美国公司的 NRA 进行远程的线上开户，但是像是 Mercury、Relay这些 Fintech 银行是完全欢迎 NRA 的美国公司老板给公司开户的。Mercury 虽然是互联网银行，但是它的规模足够大，
服务的对象都是公司主体，所以 NRA 持有美国公司开户的首选基本上都是 Mercury。美国的 FDIC 银行存款的保险机制是单一银行给单一储户的存款保险上限是25万美元，但是 Mercury 这家金融科技公司的特点就是，当我们把钱存进 Mercury 的时候，它会自动把这些钱分散到25家合作的托管银行账户里面。这些银行每一家都有25万美元的 FDIC 存款保险，25家银行一共就是最高500万美元的存款保险。意思就是，只要我们在 Mercury 的存款金额不超过500万美元的话，就是非常安全的。这就是 FinTech 会比传统银行更加懂得技术创新的地方。那有的朋友还是会担心，那我的存款金额超过500万美元怎么办？如果你的存款金额真的超过500万美元，我相信这个时候你可以亲自飞一趟美国，去开一个摩根大通或者花旗银行的账户。说到这里，可能会有朋友问，为了一个银行账户，我还要每年交几百块美元维护公司，还要报税，这是不是舍本逐末？注册一家美国公司获得的不仅仅是一个存钱的地方，首先，个人账户能有的存款转账的功能，公司账户也一样会有，而且使用公司账户来大额转账，更加不容易受到风控。另外，在 IRS 的眼中 ，NRA 持有的 Single Member LLC 是一个叫做被忽略的实体，这意味着你的公司赚到的钱就相当于你个人赚到的钱，公司本身不用交税，税务的义务是穿透到你个人头上。根据美国的税法， NRA 来源于美国的投资组合利息的收入通常是免税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的公司没有在美国本地进行办公、租仓库、雇员工，那么你的美国公司收入和个人收入都是免税的。然后就是不同的州赋予 LLC 的特权也不同，比如有的州是每年连年报费都可以不用交的，有的州是没有州税的，有的州是完全不公布股东的信息的，外界无法查询到公司的持有人是谁，匿名性极强。像是 Wyoming 的话，它就是采取不公开股东的信息、无州税、超低的年报费，所以 Single Member LLC 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个人的超级钱包。你完全可以把 Wyoming LLC 看作你在美国的增强版的个人离岸账户。最后来做个总结，作为非美国居民，我们能够远程线上开的账户其实还是非常少的，要么你要有足够的钱来开美国的汇丰银行的卓越理财账户，要么你就只能够使用像是 Wise 这种纯金融科技公司的账户。如果你有投资美股的话，那么就可以去开银豆证券和嘉信理财。如果你有 ITIN 并且你的动手能力极强，你就可以去开 Alliant Credit Union。如果你像我一样本身就有自己的业务，你就可以完全就注册一个美国公司，然后用美国公司来开银行账户，这是最高阶的玩法。如果你的钱真的很多，你也可以注册一家美国公司来进行资产的配置。像是 Wyoming 的话，连股东的信息都不向外界公布。如果你是超级富豪应该也不会来看这支影片，他们有自己的 private banking 的渠道。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我也做成了文字版的形式，文章的连结、银度证券的 Wise 的邀请连结，我也放在了影片的描述栏内。如果各位观众朋友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在影片的评论区留言，或者在 Telegram 的群组里面找我。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感谢观看。